这白色的漩涡并非什么自然现象，而是成千上万身着白色戒衣的穆斯林，而中间那个黑色的立方体里面住着他们敬仰的神。这震撼的一幕正是伊斯兰教最重要的仪式麦加朝圣。截至2022年年末，全世界的人口已达80亿，而在这80亿的人口中，就有超过18亿的人信仰伊斯兰教。伊斯兰教为何能在全世界激起如此大的浪花呢？这个黑色的立方体里面又真的住着神吗？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这座黑色的立方体建筑位于圣地麦加的中央，在伊斯兰教中被称作天房，用阿拉伯语的话来说叫做阿尔喀巴。之所以叫天房，正是因为它的里面居住着伊斯兰教的唯一真神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伊斯兰教要求教徒们一生至少要来麦加一次。试想一下，倘若每个教徒都只来一次麦加，那么它的人流量也是不容小觑的。更何况不少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教徒还会前往此处朝拜多次。在庞大的信众面前，麦加虽建起了数不胜数的清真寺和宗教圣地，其中最为出名的莫过于大清真寺。大清真寺自打初次建成之后，就在不断的扩建中。到了如今，这一座寺庙的造价更是直逼1000亿美金，相当于60多个迪拜塔。那么，为什么麦加惹的伊斯兰教徒如此关注呢？这还得回到先知穆罕默德这个人身上。根据《古兰经》的记载，公元570年，穆罕默德在麦加的一个贵族家庭出生，家境的优渥让穆罕默德打小就开始思考人类的命运。当时的麦加偶像崇拜的热潮非常盛行，穆罕默德却以为偶像崇拜是让人们丧失思考力的行为，因此自己常常躲到城边的山洞里静静的沉思。这一沉思就是几十年。在穆罕默德40岁那年的时候，他遇上了天使加百列，加百列带来了真主的一系列指示，而这些指示后来也被记录在了古兰经里。领悟真主启示的穆罕默德开始向人们传道，大量的信徒开始跟随他，由此引发了穆罕默德与当地偶像崇拜者的冲突。面对对方碾压式的实力，穆罕默德没有选择与之硬刚，而是在公元622年的时候，带着所有的追随者前往麦地那，并在此成立了第一个穆斯林国家。8年后，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发展壮大之后，他带着10万信徒组成的军队向麦加发起了进攻，赢下了这座城市。此后，麦加就成为了伊斯兰教的圣地。既然是圣地，那么肯定要有一定的仪式突出此地的特别。于是，在公元632年，穆罕默德就在10万信徒的面前践行了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的朝觐。首先，穆罕默德带着信徒绕着天房步行了7周，紧接着又亲吻了天房旁边的悬石，然后又带着人们多次来回走动于萨法、迈尔瓦这2座山之间，试图还原先知之母夏甲为寻找水源而奔波的场景。在完成以上步骤之后，教徒们还要先后去阿拉法特山祈祷。不难看出，这一系列的操作都需要教徒们有很强的意志力，否则是不大可能进行下去的。这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朝圣场面。要知道，拥有18亿信众的伊斯兰教为何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，就不得不了解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，还有他们的古兰经。那这种神秘的吸引力究竟是古兰经的魅力，还是穆罕默德的能力呢？在民间有这么一句经典名言：一部古兰经在手，天下我有。在伊斯兰教的传说中，古兰经是穆罕默德听过天使加百列的指示之后写下来的产物。从渊源上来看，它与圣经的内容有着相通之处。但是古兰经并不仅仅局限在宗教之中，整部书大概有500多条法令，涉及的作为人类早期历史的产物，它本身是有一定时代性的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这一点体现得格外明显。正如说，在古兰经中，人被看作至高无上的存在，用于世间存在的万事万物，可以说是真神在人世间的代言人。但进入现代社会之后，人类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渺小，开始正视宇宙的宏大。在这种认识下，前者太高看人类本身了。又拿基督教来说，自从16世纪开启宗教改革之后，整个基督教就在日趋现代化。先是允许教徒们自行理解教义，进入20世纪，更是允许非白人种族的教徒进入管理层。这些改变无一不是在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。于是这一改革的压力就到了伊斯兰教这里，改革自然会遇到阻力。伊斯兰教内部就涌现出了一批强调原教旨主义的信徒。所谓的原教旨主义，其实就是主张最初的东西就是最好的，既然是最好的，后来的人只需要继承就好了。在这些教徒心里，古兰经是穆罕默德留给后人的箴言，对他的理
解就应该按照最初的解释来。后来的教徒不能也不被允许对它进行别的阐释。当然，这些人也不是不知道其他宗教陆续进行改革的事情，但是秉持着原教旨主义的教徒们固执地认为，古兰经在现代世界不能发挥很大的作用，不是古兰经出了错，是现代世界有问题。出了问题的现代世界总有一天会迎来它的覆灭，到那个时候就能再次见证古兰经的强大力量。仅是如此，你或许以为这还是伊斯兰教内部出现了分歧。秉持着这一看法的人中，一小部分人出现了极端倾向，他要求所有人都相信这一套，于是极端恐怖分子由此而生。他们借着原教旨主义这一套，对内部保有其他看法的人大肆的发动语言攻击，甚至是恐怖袭击。在古兰经中曾有这么一段话：枉杀一个人不如杀了全部的人，救活一个人就如同拯救全世界。这句话本来的意思是不鼓励杀戮行为的出现，但被恐怖分子利用后，他们就只关注上半句，还将整句话的意思歪曲成了为了不枉杀一个人，不如先杀光所有人。于是这些人发起了层出不穷的袭击活动。很显然，这种杀戮已经违背了穆罕默德当年的初衷。不得不说，在人类的发展史上，宗教的确曾经发挥过很大的作用，曾经为人类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。在现代社会，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文明包容度的提高，人们逐渐形成了更加多元的世界观。宗教的影响力虽然日趋弱化，但其本身倡导的爱与和平的内核还是被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传颂着。这里就需要注意，小部分人的极端化并不能代表整个集体，我们要把二者区别开来。不管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者，全人类的共同愿景终归是构建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。杀戮与战争都是被视作灾难，这才是全人类的终极信念与愿景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